我是学 YouTuber 鲁罗罗。随着这次原神 2.7 版本下巴卡池上线后，岩队当家主 C 荒龙一斗也复刻回归喽。虽然一斗的人气好像不比阿忍高，但其实也不能全算在因为一斗是男角的关系，而是因为岩元素本来就是一种比较独立的属性，队伍组成上会倾向越纯色越好。如果你是喜欢玩纯色队又简单暴力的玩家，那么岩队会是非常安逸又爽快的队伍。然而在充满元素的提瓦特大陆中，元素反应又是重要的一环，因此假如你还没有先练好其中一种元素队伍的话，会建议在抽一斗前可以先看看本次的复刻 Q&A， 先思考一下自己是否需要再抽。一斗到 2.7 版本后的武器、试验物推荐和组队搭配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如果这次有抽一斗的新人，可以再回去看先前的一斗角色全分析影片。而如果是为了阿忍加1，但是一斗也不小心加1的话，影片中也会再稍微补充先前没有提到的重点。那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对罗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岩元素为什么是孤儿属性？先来说说岩元素为什么是大家说的孤儿属性。由于岩元素不会和其他元素产生反应后的元素伤害，仅有与不同元素反应后产生的护盾结晶，所以岩队的组成都是越纯越好，在组队的组成上比较单一。除了要凑岩元素共鸣来加岩元素伤害外，还要搭配可以提供回复充能的角色，所以常见的岩队阵容都是至少双岩以上，其次可以3岩加上1名破盾工具人或是提供增伤 buff 的角色，最后就是全部都是岩元素的4岩队。也因为岩元素角色中的女角只有诺埃尔、凝光、云锦，而且又是4星的，所以很常看到最后的成型4岩队都是难上加难的岩队男团。有一斗在，其中更是阳刚味十足，就可惜五郎目前还没有希娜小姐的服装可以替换。关于4岩队、3岩队、双岩队的队伍组成和辅助角色推荐，都可以在点击右上方资讯卡回去查看先前的荒龙一斗角色全分析影片哦。阵容上都还是不变的。假如你是懒得思考元素反应的玩家，岩队在大世界探索上的优势就是几乎什么元素都能暴力打，除了岩元素自己，唯一的培养重点就是全队的充能都要跟上，才能让战场主 C 的大招无缝不间断的开。像是以满命诺尔或是一斗组成的队伍，把岩队中辅助的 buff 都上给主 C 后，靠主 C 无脑暴力硬打，就是玩岩队的最简单输出循环思路。研析队伍如何突破破盾障碍。因为岩元素就是简单又暴力的伤害，所以在元素伤害的数字上也会比其他元素的平均伤害要稍微再高一些。然而岩元素在破盾能力上会比起其他水、火、冰、雷的元素要慢，破盾量是其他元素的1半，因此通常在破盾时只能单看该角色伤害的强弱，或是元素伤害的频率够不够快来破盾。而在深境螺旋中，通常一定会有一些需要破盾的敌方阵容，例如深渊法师或是深渊勇者等等。越到后面的层数，越高等级的敌人，其盾量也会越厚。因此，若是想要快速通关满星，通常都会带上能够元素反应的队伍。而岩队中破盾能力要好的话，钟离的 Q 大招陨石是元素附着最强的，其次可以透过一技能岩脊和其他岩造物的共鸣进行伤害的破盾。其他岩元素角色大部分都是弱岩元素或是频率不够快，所以岩队在破盾上主要是靠战场主 C 开 Q 大招后的岩元素硬打。但相对来说，这样也省去了一些动脑思考要用什么克制元素来破盾的前置，因为全部元素的护盾都用快速又暴力的无脑狂开技能硬打就好了。但即便这样硬打，也不如直接带一个能克制元素的破盾工具人在队伍中。因此，若是在查看敌方阵容时有发现需要破盾的敌人的话，可以采用3岩队的组法，再搭配对应克制破盾的角色。假如有火加雷深渊勇者，可以第4人放入神里灵华、重云等等。此外，一些高频率的元素伤害角色也可以看情况放入，像是叶兰、行修的大招伤害都是高频率攻击，也都是很适合破火盾的角色首选。相关的破盾基础也可以参考洛洛新手小学堂的破盾教学。但如果你和洛洛一样是懒人的话，其实只需要带上水或冰元素角色就可以解决大部分的破盾问题。所以假如你觉得岩队真的破盾很难的话，要不就是你真的太无脑，只想用纯岩解决一些问题，要不就是破盾工具人没有养而已。最后就是圣遗物跟角色的练度还没有毕业啦。岩队培养成本真的那么高吗？很多新手或是没有练岩队的人可能也会觉得，哇，那这样岩队培养成本不是很高吗？其实洛洛觉得大部分的元素队伍培养成本都差不多，只是看你怎么搭配而已。便宜有便宜的配法，高配有高配的配法，而低配到高配的一斗队伍阵容，洛洛都放在先前的荒龙一斗分析影片中10分11秒开始的地方了。
以一斗的毕业阵容，洛洛会建议是一斗加满命五郎加钟离加阿贝多。以当时一斗刚出的时候，角色里面需要的最高成本应该是满命五郎，其他像是钟离跟阿贝多都不太需要抽命座就很够用。一斗更是非0命即6命，但即便当时抽不到满命五郎，也有不一定要用满命五郎的队伍组法。加上这次复刻池五郎也还是和一斗放在一起，也是一个对于有想练岩队的玩家来说超香的池。先前五郎没有满命，这次想补一斗命座，说不定就满喽。又有阿忍可以拿，还有前面提到推荐的破盾工具人重云，真的是超棒的。就只是一斗专武赤脚石溃杵和凝光的富婆快乐球放在一起，有点浇冷水而已。而其他元素的队伍和需要的推荐辅助角，其实就算有推荐绑定的4星角色，也都是会希望命座越高越好。所以成本最高的地方其实是毕业的圣优才对吧？而岩队的成员大部分都是需要穿滑管4件套或是2件套，或是再搭配盘岩2件套等等。像是一斗、五郎、阿贝多、诺艾尔、云锦这类受到防御力数值影响的岩系角色，专练岩队的话，堆一个圣优副本就好。而若是之前刷其他圣优副本，有外到附属性不错的防御力趴数10之杀，也可以留给这些岩系角色使用。如果你都没有的话，可能是萌新吧，是吧？呼。叶兰适不适合搭配一斗呢？这边也补充上一次新出的万金油增伤角，叶兰究竟适不适配一斗？虽然叶兰的渐进增伤效果是全部角色都能吃得到，但由于叶兰的增伤需要时间暖机，越接近15秒时所叠加的增伤趴数才会越高，因此不如使用直接增伤的角色来得更快，例如莫娜大招的新一效果，或是班尼特的大招。此外，叶兰的头子协同伤害是需要在角色使用普通攻击的时候才会触发攻击，而一斗的大招使用的特色大多都是以连续重击为主，因此一斗在进行连续重击的时候，也无法和叶兰的后台攻击一起打出伤害，搭配起来的效益并不算很高，所以在增伤角的选择部分，并不会首选叶兰，除非是要搭配用来破盾。而搭配叶兰的话，叶兰也是一个很需要充能回复的角色，就多了一个要搞定充能的队员咯。新手建议抽一斗吗？如果你是近期才入坑的新手，站在实用性角度上来养成队伍的话，其实并不建议要用岩队作为萌新的起手开荒队伍。前期在大世界的探索，还有在大多数的副本中，都还是很需要透过元素反应来度过大多数环境。在了解完全元素反应的机制前，也不建议先从岩元素来做起手。所以需要开始练岩队的情况下，会比较是属于你已经有培养好一队元素伤害的队伍，无论是水、火、冰、雷的主 C， 或是其他元素杂色的等等都行。加上岩队的成型需要越纯色越好，要凑纯色的队伍对于新手来说也并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岩队的顺序就新手而言，会是建议放在比较后期再来培养的。专武优先还是命座优先？关于一斗的专武赤脚石溃杵，有着高额的爆伤和被动的防御力趴数加成，是一斗拿起来最适合的武器，但也比较适合推荐给对一斗有爱的玩家抽。毕竟这次武器池另外一个武器是城市之锁，真的有爱的话可以抽个一把。但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参考先前片中推荐的其他替代武器，像是白影剑或是吃虎剑等等，也是能给一斗使用的。只是在双方面板的堆叠上，可能会比拿专武再不容易些。再来命座推荐的部分，也是和先前的影片内容一样，一斗在0命的强度就已经略胜满命诺尔，而在命座中只有6命才是明显增加一斗伤害的质变输出体验。而一斗虽然也是仰赖元素充能的角色，但一斗在岩队中基本上都是全靠它作为主要输出，其他3人全力给一斗 buff， 所以若是一斗牺牲防御力去堆充能的话，会大幅影响岩队的爆发。因此一斗在岩队的养成重点就是把最大伤害的都给他，需要充能的地方去找小弟想办法。总结在命座推荐的重点，要不就是0命，要不就是6命。一斗的输出手法建议，一斗的输出方式是透过核心 Q 大招来打连续重击伤害，不过在一斗的伤害打出最高上限之前，就要注意被动荒龙逆袈裟的层数堆叠。详细机制也可以回去查看先前的影片。荒龙逆袈裟一共有5层，若是叠满 buff， 在一斗连续重击的最后一击就会有大量伤害。简单来说，0命一斗的输出方式就是打满4段普攻，搭配1技能扭扭阿丑叠层数，再来长按攻击键打出连续重击。若是要知道 buff 有没有叠满，可以观察一斗身后的鬼王面具，若有5个亮点表示层数叠满。而如果是满命一斗，因为已经搭配前面的1命效果，一开大招就有2层，并且后面每 0.5秒就多1层，中间有放扭扭命中敌人再加层数。满命效果更是有一半几率在重击时可以不消耗层数，因此满命斗真的就是无脑的欧啦欧啦，也不用刻意去计算当前层数多少，因为随便开几乎都快满了。
只能说这打击感真的是超爆炸爽快。黎明只能连续重击5下的话，一斗可以有机会来到10下左右。除了满命提供的爆伤加成60%外，这额外的连续重击也直接大幅提升了一斗的输出上限，而且按键也十分简单，就按住攻击键连续使用重击即可。主要注意的就是辅助角的 buff 要全部都给一斗上完后才会一斗开大。另外扭扭也可以都尽量命中敌人，除了叠层数之外，扭扭的倍率其实也很高，不容小觑。而就算没有开大，或是遇到炎元素史莱姆的时候，也可以长按攻击键，用物理输出的方式来攻击，伤害也不算太差。4眼队的适应物配法，最后也总结一下关于4眼队各成员的建议适应物配法。一斗的部分为滑管4件套，十字杀、控制杯和理智冠的主属性选择防御力趴数、炎元素伤害和双爆为主，副属性双爆大于防御力趴数大于防御力。五郎的部分可以选择滑管4件套，或是滑管加绝缘2+2套装。十字杀、控制杯和理智冠的主属性走辅助项可以选择元素充能效率、防御力趴数、防御力趴数。若走偏输出项，则是防御力趴数、炎元素伤害双爆为主。副属性元素充能效率大于防御力趴数大于防御力。虽然防御力越高会越影响五郎的 buff 能力，但五郎必须考虑队伍循环跟上后才能考虑换防御力趴数。中离部分可以选择千岩4件套，或是盘岩加宗室2+2套装，或千岩加宗室2+2套装。十字杀、控制杯和理智冠的主属性可以选择生命值趴数、炎元素伤害和双爆为主。不推荐纯血牛的原因是因为岩队本身就加一堆防御力很安逸，而且血牛中离会牺牲掉大幅伤害，单靠一斗一个人扛也是有点辛苦。假如中离走副 C 流，可以一同吃到五郎的 buff 增伤，对整个岩队的效益来说会更好。而因为千岩4件套的效果，其中有提供攻击力趴数的部分是岩队吃不到的。若是要让中离伤害更大，可以往2+2套装来考虑。副属性的部分，双爆大于元素充能效率大于生命值趴数，队伍循环跟上后才能考虑换生命值趴数。血量主要注意有没有在3万以上，充能170以上即可。阿贝多其实就是一个可以无脑全塞防御力的角色，大招开不开并不是太重要，一技能常驻提供充能和伤害即可。可以穿滑管4件套，也可以滑管加盘岩或宗室或守护之心2+2套装，主属性可以全堆防御力趴数。走输出项可以考虑十字杀、控制杯和理智冠，选择防御力趴数、炎元素伤害双爆的属性；副属性则选择防御力趴数大于元素充能效率大于防御力。以上就是洛洛会诊的8题荒龙一斗 Q&A， 希望洛洛们都可以更加了解荒龙一斗这名角色以及岩队相关的组成观念。岩队确实就是一个养起来暴力又安如磐石的队伍，但也相对比较偏向有爱的人在练岩队，毕竟元素反应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输出方式。若是还有想了解其他角色，洛洛已经制作过相当多的全分析影片，大家也可以善用关键字加洛洛的搜寻方式查找相关内容。身边有朋友不知道如何培养一斗，也可以分享影片给他。制作攻略不容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成为如帮会员，或是点击超级感谢赞助洛洛一杯鲜奶茶。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到你，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乐本鲁洛洛，我们下次见喽。